好，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说，阿根廷有一个阿版的川普，现在选上了新任的总统哦，而且他讲说，哇，35年后我们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他其实蛮鹰派的，也有点像川普一样，就是很疯狂的那样子的形象哦。他说，阿根廷的衰落从今天结束，将要重建这个国家哦，我们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如今阿根廷有未来，在35年之后会再度成为世界的强国，甚至他喊出来。要停止跟中国还有巴西政府的合作，因为他就讲说，哎呦，这种好像左翼啊，或者是共产国家啊，他觉得不以为然。所以呢，即将要被他提名的这个外长候选人哦，他也喊出来说要停止跟中巴的合作，而且目前不打算加入中俄主导的金砖国家。毛宁有回应啊，他说，哎，我不懂这个蒙迪诺的言论这个报道，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一个重要平台，所以这样子，这所谓的这个阿根廷版的川普当选，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破口呢？一个缺口呢？因为这样子，如果他要退出金砖国家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金砖国家他们未来的一个蓝图，在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施力点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位米雷伊哦，也被称为叫做电锯狂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画面哦，因为他有一个绰号，其实就是疯子。他还在竞选的时候拿着这个电锯哦，还说誓言要炸毁央行啊。所以他最出名的就留下了这非常强烈的个人意象，就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以挥舞电锯出名哦。那他的疯狂言论其实非常的多，除了要炸毁阿根廷的央行之外，还说要用美元来取代披索，甚至要贩卖器官合法化。哇，我看了真的瞠目结舌哦。另外还有要停止与巴西政府的合作，可是像这样子狂人说的狂言，真的都会实现吗？你看川普当初讲的话，还被华盛顿邮报统计哦，他说川普任内总共有30573次错误或误导性的发言，平均每天胡扯21次哦。那在我们之前有推广的一本书《一触即发》，艾斯培也有揭秘说。之前川普还说要用爱国者飞弹去炸毁墨西哥毒品实验室，甚至要干掉毒枭哦。他认为说墨西哥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国家，而且他说也没有人会知道是我们干的。所以艾斯培吓了一跳啊，就说这样子发射飞弹是非法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赶快喊卡哦，就阻止了这场事情的发生。所以狂人的狂言不见得会成为一个事实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阿根廷版的川普，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动荡在阿根廷这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美的国力的消长哦，桥水基金的达里欧他讲说，现在美债的危机恐怕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崩盘哦。光是2023年利息的支出已经超过了6500亿美元，因为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飙升哦，已经引发了更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政府要借贷更多的钱来弥补赤字，这会加剧美国所面临到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而且美国10年国债的殖利率已经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再加上以军事上面来说，也有这样的一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他就讲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美国的潜艇现在全面碾压中国的时代已经即将结束，因为中国大陆研发了新型的潜艇用于探测美国潜艇的传感器，这也意味着现在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海域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是即将要结束了。而且呢，这个大陆也传出要来设置高超音速净空指挥部，这是第5军种哦。就是南华早报讲说，现在他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司令部会直接向解放军最高层来报告。那据信这个消息也是这个世界首创的，所以美国真的能够全力支撑阿根廷吗？那还有这个拜登现在自身难保，因为他有一堆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消息又陆续的被报道出来。比方说，很多人会觉得拜登很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女性做出一些令人侧目的举动甚至还被冠上了这种封号，叫做诡异乔叔，或者是头发嗅探器因为他喜欢去闻女生的头发那甚至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出席一场感恩节的活动，在最近她又靠着人家的这个耳朵凑近，又讲了一句怪怪的话，我们来看看。And I love your ears. I love them. They're really cool. What's your name? Catherine. Catherine, what a beautiful name.
That's my mommy's name. Well, nice to see. How old are you? 17? 6. 对，所以人家讲说，哎呦，真的看起来怪怪的哦，就还差点撞到女生，这个女童哦，好，对，就这样，不予置评。好的，来 ，NBC 的民调讲说，拜登的政策支持率哦，也已经下降到2021年，就是他上任以来的新低哦，因为这个经济衰退，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哦，对于这种通膨啊、住房啊都非常不满，所以他现在这个支持率哦，已经来到了史上最低，就是大概40%左右，甚至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到底美国经济有多惨哦？根据调查，美国的 Z 世代哦，有1/3试过零元购啊，就是抢劫啊。这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哦讲说，他们调查2000名18到77岁的美国消费者，大概有15%承认哦，在自助结账的时候有偷过商品，特别在 Z 世代当中高达31%。他们虽然说知道偷东西不对哦，但是仍然有44%的人说会继续这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想要省钱，因为现在的食品杂货或者是医疗保健上面的用品实在是太贵，这也反映出来美国的经济实在是很惨哦，所以只好有一些人民靠着偷，然后继续活下去嘛。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阿根廷这个总统啊，我是非常不看好他哈，他这个完全是用民粹当选的，你知道他这个阿根廷这次大选的社会背景是很奇特的，它的通膨率哈，像美国通膨啊，荡到5，荡到6，荡到7，哇，就是全国在那边恐慌了。阿根廷的通膨率，你猜是多少？100多了，143。那个通膨简直，你钞票拿到这里哈，第二天他那个商店每天怎么样？每天到了下午，那个老板娘就在那边改标签，因为价格又改了。哦，上午牛奶1瓶还卖100块，到了下午就变成105块，就这样子通膨。然后另外，全国有多少人是属于贫穷人口？40%。那这个国家搞出这种状况的话，说实话，真的是要怪自己了。他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20世纪前半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那后来他们进行改，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很富有，可是呢，他的社会结构不公平，他都是大财团、大家族在控制这个整个这个阿根廷的产业，所以他们当时进行改革，就造成了阿根廷这个财富快速流失，整个国家一直不上轨道。那近年为什么又特别严重呢？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他们处理得非常不好，这个政府这个能力非常有限，长期他在1980年代末期重新回归这种大选式的民主以后那政局非常不稳定，那就是说这个很多作为呢都是短效的，都不能看到中长期的规划，又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政府钱不够呢，中央银行就怎么样？中央银行就印钞票，就印的越来越多，结果就现在通膨143，他还在继续印。所以这次这个米雷他很简单，他完全投机，你知道，他老百姓手上的钞票一拿到以后就开始贬值，他们恨谁？他们恨中央银行。所以呢，米雷就说我要把中央银行炸掉。然后呢，你知道他们拿到钞票以后，第一件事，这个阿根廷老板第一件事什么？去换美金，因为美金比较保值，对，所以到处在找美金买美金。所以阿根廷人非常喜欢美金，这个时候，所以他就说我们以后全部用美金，就别的都不要了，就用美金。所以他是靠这样选上的。可是问题他的政党在国会里面得不到10%，然后他要彻底的拆毁，用他的这个电锯把这个阿根廷的政府撤回改造。你想想他没有国会的同意，他可以做吗？所以他这个整个选举当选呢，他没有政治实力，他控制不住国会，到时候都是怎么样？就是一场空，要不然就是把社会闹得更乱。所以真的在这边这个祝福阿根廷人民吧。好，我们来问赖老师。对，阿根廷的这位狂人总统当选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以后阿根廷跟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怎么办？因为中美洲跟南美洲都吹左风，现在目前都是左派的，几乎只有1-2个国家例外，几乎全部都是吹左派，也就是都是走社会主义。那阿根廷说他不会跟社会主义国家来往，所以他等于是会跟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要保持一个距离，
我想这个难度会很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他不会跟巴西有合作了，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要退出南共体，就是南方共同市场，从委内瑞拉、巴西、乌拉圭一直到阿根廷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几乎是南美洲占大概3/4左右这么大块地方，他要退出来。如果他要退出来的话，那问题就更大了。那他的东西就会更不好卖，他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会更严重，经济会雪上加霜。第三个，他要退出这个金砖五国，因为2024年就是再过一个多月，1月1号新加入了，他们就生效了。那现在新的这个外交部部长候选人，他说他要退出去。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他在发展中的国家没有伙伴，在南美洲没有伙伴。然后他如果要完全倒向美国，可是我不觉得美国会愿意负担阿根廷的财务，也愿意负担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的重叠性太高了。也就是说，阿根廷主要的农业还是大宗物质的农业，牛肉啦，还有大豆啦，还有目前我们所知道阿根廷的葡萄酒啦，这些东西基本上美国跟阿根廷的贸易额并不高。阿根廷的最大的贸易额在跟中国大陆是排名第2、第3左右啊，所以美国是排在中国大陆之后的。也就是说，对于阿根廷来说，它本身，如果要像这位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所开出来的支票要完全能兑现，我个人认为比较保守，就是我觉得他要兑现的可能性其实不高，他没办法把中央银行炸毁啊，因为中央银行是控制货币汇率很重要的一个机制，而且呢也是提供他们的货币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机制，它不可能把它炸毁。那另外美国也不可能说我美元让你去无条件的使用，因为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财政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他要断绝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你等于是你的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关系，你要跟他切断。更何况大陆是阿根廷的最大的债权国家，你这些债都要还清的话，对于目前来说，我也不觉得他能够做得到。所以，选举是一回事，选上以后又是一回事。我们看到最强大的美国，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这个拜登，选前都要跟中国大陆脱钩，选后没有一个国家能脱得了钩然后现在就直接说我们不可能脱钩。我也脱不了钩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的贸易体系已经形成了嘛。所以选前讲一套，选后又做一套，这点我们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实在是很感叹这个一直在玩这一种骗，从每个地方都在骗，好像这套政治、这一套民主制度就是一个骗人的制度，这好像不太好好，志峰哥，这样子这个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阿根廷这个历史值得我们大家来做警惕，不要以为阿根廷这是个案，因为在整个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情况，尤其整个的民生越凋敝的，而曾经富裕过的国家，就会出现民粹的梦幻。民粹梦幻很爽，因为可以让你回温到过往的光荣。可是不久以后就会出现民粹的梦断很抱歉，我是国语不标准，民粹跟民睡整个心会碎掉的，而且是梦会醒过来的，梦会断掉的。那个时候不是惨，是更惨，没有最惨，只有更惨。阿根廷必然如此。第一个，没有办法把中央银行给干掉，因为干掉的结果那请问货币谁来花？好，用美元。那请问现在的皮索怎么换美元？换下来的结果是多少皮索换1块美元？那换完了以后，从此你失去了金融的主权，因为由美国来决定。所以美国的升值、美国的降息、美国的国债所有一切，你阿根廷也要承担的呢，因为你没有金融工具可以使用，你没有中央银行，这个就是讲爽。可是这一种经不起任何理性讨论的爽言，既然可以赢得支持，这个国家已经到多危险的地步了，这个国家已经疯狂到什么一个程度了。那么大家想一想，整个阿根廷的今天跟巴西无关，跟中国也无关，跟美国跟英国都有关了。英国占领他的国土
福克兰群岛啊。那美国呢？哇，那算起来都不得了了。整个阿根廷的国家发展史就是美国在整个南美洲的操纵史。我喜欢你，我就支持你；那你不能支持我的内斗政策，我就推翻你。管你是军人独裁或不是军人独裁，不重要，重要是符不合美国的利益。所以阿根廷它虽然是一个物质很丰富的国家，各种条件都很丰富的，照道理应该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很抱歉，所有的资源掌握在美国西方大公司的手中，它的物价是自己不能决定的，它的粮食是生产，但是出口的价钱是美国的几个大厂商来决定的，它的矿产资源是美国的几个大矿厂商来做决定的，所以它造成今天的原因跟中国无关，跟这个巴西无关，跟他自己被美国搞成今天的是有关。所以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去考量，因为它已经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情况。第一个是分裂，第二个是对立，第三个是民粹。你告诉我，现在西方实行民主制的国家，谁掉头得了这三个实际呢？所以民主政治在异化中，而且还找不到改革的希望，这就是今天宣扬民主的人自己要面对的一个悲惨的世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世界各国很希望促成以巴的和平哦，所以看到了这个中东的国家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代表，第一站直奔中国大陆哦。那他们这个阿伊多国非常担忧以巴的这个战火延烧，所以呢直奔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的高层密集的会见，先见了这个韩正哦，中国国家副主席，那还有见了这个王毅。那他们讲说，这个王毅的讲法，国际社会必须赶紧动起来啊，才能够这个切实有效实施，来阻止这一场悲剧蔓延扩大。中国大陆其实也表态说，愿意为促进中东的和平不懈的努力。那看看这个沙国的外长啊，外交大臣，他讲说，中国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访问的第一站哦，就是要传达明确的讯息，必须赶快结束加萨的战争。那他们的外长也讲说，现在中国大陆秉持公正的立场，希望中国也对于以巴的问题解决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不是也代表着大陆已经填补了美国在中东这一边的权力真空呢？半岛电视台是这样在下标题哦，他说北京借着填补美国遗留下来的权力真空来加强国际的角色。那卡达的智库他们也提啊，就说这一波的以哈冲突其实华府一面倒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已经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美方已经削弱作为可靠第三方调停者的角色。美联社也说，这个北京3月才促成了这个沙伊恢复了外交，这个角色过去长期都是保留给美俄来担任哦。因此现在是不是中东更加相信中国大陆可以扮演这样子一个公正第三方哦？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感觉起来这一回束手无策，所以这个阿拉伯国家或者是伊斯兰国家的外长急奔北京，所以更显示出来到底谁在全球来说的话更像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不可或缺的角色呢？那美国国务院当然也是看到了这个北京发挥的影响力哦，有一点酸溜溜的讲话，他讲说美国也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中东危机做出建设性的贡献，感觉好像插不上话，只能给祝福哦，所以那美国角色越来越真空了。那再来看看这个拜登现在面对到国内的一些声音哦，挺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的民众哦，都非常的对立，所以他只能分别写信来安抚。这个 NBC 近日透露出来拜登这个举动，所以人家讲说，哇，这也是蛮罕见的哦，美国总统竟然需要这样子分别写信安抚双方的支持者。那五角大厦对于这个白宫也未能抑制这些目前中东有一些袭击美军的一些事件发生，也觉得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的失控啊，也觉得说
很沮丧，是不是？现在美国官员讲说，这个没有办法遏制这些对于美军的一些空袭暴力行动，感觉越来越无可奈何了。那再来看一下，现在以色列这边总理纳坦雅胡也首次坦诚，有可能会失去国际的支持，他现在才感受到是不是有一点晚哦？因为其实国际上面有非常巨大的一些压力跟舆论，对于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等的反击行动，是不是有一点过火？当然有一些评论，那他现在讲说，可能现在国际社会并不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哦。那以色列驻华的大使也提到，他说呢，希望现在多国外长虽然到了北京来呼吁战事降温，但他们希望说不是呼吁停火，他们觉得现在还不是停火的时候。那再来看看这个以色列也召回了南非的大使哦，就在这个金砖峰会的前夕，是不是代表说以色列觉得可能越来越有一些国际上的争议啦，所以他们就避免在出席这一类的活动？那美国智库甚至研判以色列是不是会输掉这场加萨战争？现在就连马克宏也跟习近平通上了电话，他们谈论的就是以巴局势。除了这个中法合作的内容之外他们也讲说，以色列跟哈马斯现在目前的战争应该要避免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的危机。央视也报道，现在中法的两国元首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避免进一步的恶化，那唯一的解方就是两国方案。所以看到中国大陆真的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一天之内急速多线的斡旋。那习近平也要在21号来用视讯的方式来出席金砖峰会所以讨论的也是以巴的话题，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和平的契机。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美国并不是束手无策美国是帮以色列在打哈马斯那美国的如果要让这样战争停的话，很简单就停止对以色列提供军援那155厘米的榴弹炮就不要再送那个夜视镜还有这些军用装备也就不要送过去了那你那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一个这个2栖攻击舰，你也带走那以色列他就不会继续行使军事行动嘛就我觉得美国就是讲空话啦，完全讲空话。这些其他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帮以色列给予他一兵一卒给他所有的武器的援助？没有嘛，全世界都是美国在做那以色列拿了这些武器，他才有办法去打加萨嘛。如果没有美国武器，他怎么打？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国际上这个国际组织的话，都是美国在投反对票对不对？都美国这个否决1票帮以色列把一手遮天，把这个案子都挡下来。那所以这次这一些阿拉伯国家以及这些回教国家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联合组团啦，这里面有好几个叫约旦、沙烏地，还有这个印尼都有派员参加这个团，然后这个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大国的角色，能够让这场战争停火止战。我看这个王毅是讲说，第一个他希望尽快促成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的各种决议案要尽快落实，因为最近安理会的决议案就是要暂时停火人道停火、人道暂停那现在这个要想办法尽量让它落实。第二个，中国大陆立场当然很清楚了，是支持这个立刻停火止战，然后呢停止在对人民的伤害，然后呢尽量能够恢复两国论，两国的这种两国方案才是解决以巴问题的这个基本立场。另外还有他们要大家这些阿拉伯国家一起携手赶快再促成下一场高层的有关以巴这个战争的一个国际和会。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酝酿当中不过当务之急的话，如果能够呼吁叫美国停止对以色列这种军事武器的资助的话，应该会对这场战争会有帮助的。可是美国只是说，他都没有在做。他一方面呼吁停火，一方面又把武器送到以色列手里面，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对不对？一方面呼吁停火，所以以色列都不听我的；一方面又把他2个航母战斗区都放在以色列边边，帮以色列掩护。那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众望所归了。那重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力量。那可是这个以巴战争的话，主要是美国啦。美国如果能够松手的话，这场战争很快就可以停下来。
好，请教赖老师。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美国、英国的态度比较明显尤其是美国是完全支持以色列。这样的情形，它失掉了对于阿拉伯世界跟穆斯林，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信任支持。那它的影响力跟权力在萎缩，那就释放出一些真空。目前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在填补中这是一般的国际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欧洲，欧洲是强烈的要求要立即停火，而且呢，主张不可以对于无辜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孩子跟妇女的杀害。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的态度同时有点暧昧，又对于以色列进行很多的安抚。他们本身也不容易取得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对于他们的信任，所以信任度事实上是在下降一点那目前来讲，他们最信任的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这种不偏不倚然后公正，这也构成他们的信任。所以他们这一次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些外长、外交部部长的联合体就联盟，他们要走访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其实第一站选择到中国，就是寻求中国的支持。很明显的，他们得到中国热情的接待。那他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就会给美国施加压力了。再到英国去的时候，就要英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秘密投票的时候投否决票，公开的时候就投弃权票，他们就会给英国施加压力。那对于法国，就希望法国要坚定他的立场不要再左右摇摆不定。那最后会到俄罗斯去，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力量，能够引起就是大家支持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立即的停火。目前来说，中国大陆在有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的任内，它的整个外交的措施很活跃例如说我们看到已经连续几场安排要紧急的讨论，那有一些是被美国否决，那最终的时候总算逼得美国只能投下弃权票，而通过那一个暂时停止军事行动的决议。那当然现在已经委托联合国的秘书长在继续布局了，那么会有更多的人道主义团进入加沙地区的话，我们就要看以色列如果敢攻击联合国的这些人道主义团，以色列可能就会受到整个联合国的制裁了。我想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2位这个外交专家、国际专家不一样的一个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逐渐被遗忘的俄乌战争也罢，一个现在全世界关注的这个巴以冲突也罢，全世界几乎最终都在期待中国扮演一个正向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呢，越南方的国家呢越明显。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呢，就是半岛电视台的立场对于整个的这一次的这个使节团的这外交部长团的这个访问中，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第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就非常高度的肯定。可是相对呢，欧洲的智库就很酸，欧洲的智库就认为，哎呀，这个没什么用了，不要把自己捧得太高了，没有了，中国在整个中东还是发挥不了作用。可在地的半岛电视团认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看到现在西方正在调整心态中。那这一块本来是我讲话算是阿拉伯劳伦斯怎么变成中国康熙大帝来了呢？这个上面你想想看，那个过去整个的清朝的历史里，你看那整个的蒙古部落里被噶尔丹这样修理的一塌糊涂的时候，那康熙一直警告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不可以这样最后怎么办？这些人全部带着被噶尔丹欺负的这些部落，全部到北京来向康熙求救我当然不能类比，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好像很像就一群穆斯林的国家，大家来到了中国，老大，请你出面一下。你在观察另外一个事情很有趣，G7大部分的国家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数字正在减少中可是呢，金砖的国家除了印度以外，另外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基本上是支持中国立场为主的，呼吁停火，
甚至是谴责以色列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南北已经很清楚的分离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在联合国里面要讲表决的。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主持人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蓝白合啊卡关了嘛？因为昨天呢，其实陆陆续续有消息出来，特别是大家关注到这个陈志涵，他去到了友台的政论节目上面惊爆一个消息啊，他讲说本来柯文哲已经想要退了哟，他讲说其实呢他已经是想退了啦，那就是有人在协商过程当中用强逼的方式来谈合作，所以导致了内部或者是支持者有很多的反弹，而且他讲说我老实讲啦，其实柯文哲本来就想要退了，就让你们选。哇，这算是一个蛮重磅的一个消息哦。那到底现在还有没有转折的余地呢？我们看到这个沈大佬的预估他说星期三前，也就是明天以前就是蓝白合这个可能最关键的一个时刻那柯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民调重新解释，也不需要投票，柯就是接受侯柯配，让礼拜三前就是不能破，就是这么简单，这样子蓝白就能够合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雷倩，他其实也蛮少针对国内的这个局势来发言但是他都讲话了。雷倩他讲到了这个我们前委员他提到了希望蓝营决策者可以更有智慧，在此时此刻以大局为重，把蓝白整合成功再拉进郭台铭，这三股力量就能够让台湾远离战争那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小鸡来说也非常有感，因为这阵子小鸡都很焦虑他说其实两边如果都是弱鸡互啄，这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巧芯的讲法。就算是这个结果不如大家所预期，那也不要太难过，也不要把情绪发泄在彼此的身上。我要跟大家说，这真的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两边是弱鸡，那弱鸡互啄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不到，互相都瞎了。菜鸡互啄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要强起来强起来去跟这个民进党去做对决。对，所以要蓝白整合起来，才能够强起来跟民进党做对决嘛。那我们看今天联合报的这个社论他有提到，现在蓝白合已经送到加护病房了，急救全在柯文哲的一念之间。柯文哲之前有讲过，因为医师性格都会在最后30秒来做判断那他现在看起来蓝白合因为这个统计误差现在全民都在上这个统计学那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加护病房，只不过这次的伤势是急救医生自己造成的。那现在是要走向泡沫化呢，还是应该要以退为进，壮大自己？其实就在柯文哲的一念之间那的确是所有非绿或者是在野阵营的人，现在都提着心这个原本上礼拜三振奋一番，那现在又看起来又焦灼起来，又很着急了。到底会怎么样合呢？那会有可能变成柯郭柯合吗？那柯文哲证实，昨天中午又跟郭董见面，他说，谈的是国家的财经政策因为人家讲说，你们两个人见面是不是要谈不分区的合作？他说郭台铭没那么 low 郭台铭讲的是国家政策，那有可能是柯郭合吗？他说郭台铭的 level 已经超过这个了，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呢？这在柯文哲这边没有得到答案。郭办这边的回应是讲说，柯郭配，或者是郭柯配，或者是郭柯合，这种形式都是有可能的。那反观现在赖萧配也在今天抢头香，在中选会登记参选赖清德很高兴他讲说这场选举全世界都在看，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及依赖中国走回一中原则的老路，他说绝对不能够走回一中他是这样子来特别强调了这件事情。那他说台湾应该要如何选择呢？但是我们来对比一下，因为前几天其实拜登才特别强调了一中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不是也有一点好像跟美国不同调？难怪美国好像总是对赖清德有一点意见你看，像之前赖清德有讲说，他是不是可以走进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官员要求是不是赖清德应该要澄清这个言论？还有这个赖清德讲说不必宣布台独，美方还在观察这个接待这些规格上面仍然是难以提高，所以是不是赖清德让美国有一点无所适从那更有人讲说，你看这个是网络上的梗图
美国的阿公配上美国的女儿，这是一场美国的选举吗？开始有人这样子在质疑这样的赖萧配组合，真的会以这个台湾的一般大家的人民的这种出发点，或者是以台湾的民意为主，还是会以美国的心意为主呢？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民进党现在为着邱国正，应该是说更正。黑熊学院为着邱国正讲说啊，这个黑熊学院就是一群有兴趣的人哦，到野外打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呐、黑熊学院气炸了，就说要提告维护公司的声誉啊。那他一讲公司，我们才真的去查了一下，你是一间公司吗？那果然有公司登记哦，黑熊社会企业有限公司，然后还登记在武昌街哦。然后仔细看看呢，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公司登记的营业项目，包含了会议及展览服务业，然后还有动画影片制作业、演艺活动业，还有卖衣服啊、服饰啊，以及这个艺文服务哦。所以人家看起来好像一个活动公司哦，就像是3天前的一个新闻，就说他们办了一个亲子园游会，这其实就是活动公司标准会办的一些活动啊，这民防亲子园游会哦，所以感觉上面原来你是有公司登记的，因为他讲说。他们气的点是说，我们没有在打气弹，所以我们在那边就在也循线去找寻说，那你们到底算是公司呢，还是算是社团啊？现在结果公司的确看到他们的登记。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有申请法人哦，所以他们原来真正气的点是说，邱国正你不可以说我们打气弹呐，那至于其他到底算不算是社团，到底算不算是一群有兴趣的人在野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这个感觉还要等这个黑熊学院进一步的说明哦。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盛峰委员。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曹兴诚应该要问一问说，我有没有被骗？没有，他有没有给钱啊？我不知道，但首先有没有被骗呢？因为他不是支持，他要拿出31，我们还不知道。对，不管他拿了多少，他要支持黑熊学院呐。那黑熊学院是办活动的。黑熊学院卖服装是卖精品的啦。不，这个是说就是公开欺民盗事，要么就公开欺民盗事，那要么就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借着一个现在在搞政治活动啊，不管是哪一个，总而言之，就告诉我们一点，所谓的抗中保台靠黑熊就是一个大笑话。这些人都是嘴巴抗中，事实上是没本事的，是胡说八道的啊。包括曹先生讲完以后，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拜托啊，经辩做好一点比较重要了。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民党我也不晓得要去告邱国正告什么。他说是打鸡蛋的活动，显然国防部也没有掌握这个黑熊实验是干什么的，所以他本来想把它轻描淡写，说哎呀这没事啦，只是大家打鸡蛋啦，他想把它轻描淡写，结果这件很生气。生气的人有2个，一个说我不是打鸡蛋，我怎么要打游击战的，是吧？第二个呢，你们呢也更不应该，你们去把人家打开，原来他是一家活动公司。没有，我们是说看起来他有登记这些项目，我们现在很害怕。打鸡蛋是超过这些营业范围的，是不是？是。哇，那你们真可恶啊！怎么去把人家的拆穿了？他所有的假面具一夜之间全部拆穿，这些全部是政治骗子。我说，不然就赶快声明啊！我的黑熊实验跟公司无关呢，是吧？那你是什么东西啊？那其他什么要去告人？你告什么东西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社会，包含民进党的选举也是一样，用谎言构成的一个社会，构成的一个活动。什么叫我们要远离一中？那你要去抱美国大腿，美国说我是一中，那你是抱哪一根呢、我忽然脑筋都乱掉了。我们所有的逻辑全部不通美国为了要改善的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断的重申我的一中政策，而且中国都还在往前推。你不但要不支持台独，你要把这台具体化，那就是我明白的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和平统一。但这些都已经表明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要走什么路？说我们要远离一中。那远离一中就不要跟美国在一起，因为你跟美国的政策也明显是违背啊。所以你一面告诉我们我跟美国政策不一样，然后一面告诉说美国会支持我们啊，你是觉得啊，都搞弄笑话？不，你觉得那些美国人是神经病呢？是精神分裂，看到台湾的时候就想一边，看到那边想一边。
充满了谎言的世界，从黑熊到赖清德都是一群骗子。好，所以现在大家在关注说这个蓝白合期限哦，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因为国民党明天就会宣布这个副总统的人选哦。那刚刚一个最新的消息插播进来，就是说侯友宜这个在下午4点钟会开记者会来做一个紧急的回应哦，所以大家拭目以待，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现在目前蓝白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随时会为您插播。那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要问介大使吗？其实蓝白没有合的话，就是违反了台湾主流民意。这个政治的政党政治人物，他一定要随着主流民意走。他如果明白的跟主流民意背道而走必定失败，而且会遭到随后的民意的唾弃。那个对这个蓝白都是重伤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更不要说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些小鸡们大家的共同心愿。那现在台湾是在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啦，这个不是说个人的如何了这个就是一个要顾全大局要怎么样，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了，这个是要采取行动的。所以现在离24号下午5点吧，最后的这个登记这个时间揭晓，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快有好消息传出来我们也这个再次呼吁那么这个非绿的这个各党派的候选人，大家能够捐弃成见也这个展现高度能够为台湾这块土地的大部分人民做出具体的贡献别的不要说了，现在具体的贡献就是赶快蓝白合了，这个就是最具体的贡献。那另外一方面讲到这个黑熊学院，我刚上网查一下，黑熊学院他搞了那么多，我认为都这些什么公司登记都烟幕弹，就看到他这个网站第一个就写为什么成立黑熊学院，他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如果想要和平，先要准备战争，这是什么逻辑先准备战争就有和平战争就是这些好战分子惹出来的不怕战争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有准备，然后呢贸然投入战争，结果把大家都拖进去历史不就这样吗？战争想要和平，要去追求和平，而不是准备战争。对，这个逻辑就错到现在，非常非常的危险。不然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改成诺贝尔战争奖。对这里面团队任务就讲得很清楚这个院长沈伯洋他在上面网站上讲，他说黑熊的任务就是让大家认清在自我在战争前中后的角色，从而保护自己，协助他人，进而捍卫社区，守卫国土。守卫国土，哇，那要邱国正干嘛？所以邱国正他这样子，这种黑熊搞了久就变成游击队了。游击队都自认为在守卫国土对不对？你知道在战争中的守卫国土的时候，他的枪是要打谁，你也不清楚那个乌克兰的这个亚速营，他也没打多少俄国军队他打死了一大堆他们认为不忠于乌克兰的老百姓他在乌东的地区那个进行各种暗杀，各种的迫害，都是乌克兰的老百姓那这种邱国正讲的就是这个现象非常恐怖所以我不晓得这些黑熊公司还有什么好还去告污蔑他，自己上自己的黑熊学院的网站去看看吧，然后再考虑到你讲的话是不是有多离谱对不对？你还是真的搞这个影音的公司搞宣传卖广告的不要骗人了吧？好，来问一下赖老师。我高兴了没几天本来我们一直都不看好蓝白能够合在一起那但是后来宣布说蓝白要会谈了有可能合那时候那几天是我心情很好的日子上周三开始，对，上周三，然后这心情就一直很好，结果礼拜六就又变了变了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最难的地方的时候，常常就变数就会最大不过我们觉得蓝白不合基本上来讲是很难跟赖清德来交战的原因很简单，赖清德不到4成，3成多，但是问题就在于
蓝白这边还没有任何一组人超过赖清德，这个才是我们最焦虑的。那如果说有一组人他是3、4成，那我们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现在问题就在于没有一组人超过赖清德。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广大的民意是要让赖清德，要让民进党下降，但是却找不到一个方法让他下降。我们都知道要透过选举来让他下降，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今天柯文哲如果按照这个志涵所说的，陈志涵所说的，说柯文哲本来打算不选了，如果柯文哲是真的不选了，只由国民党跟民进党来 PK， 我个人的推断，国民党不一定会赢。因为民众党的这些支持者的票不容易会移到国民党这边来，不容易，因为我们比较清楚知道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的结构，它并不是倾向于这个国民党的。如果要他在国民党跟民进党间来选，他说不定还是会比较倾向于民进党。那因此呢，这个柯文哲出来选搭配，那就变成是很重要，因为才能够把整个力量都集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当然很渴望，也很期待啊，双方能够合起来。不过以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氛围啊，因为已经双方都在叫骂了，那黄珊珊这段时间，我至少到今天下午所看到了，他被攻击的蛮严重的啊。那他们把所有的错都好像怪在他身上，怪在他的哥哥啊，说他在护航他哥哥等等这些身上，这些讲法、这些论调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制造新问题。现在的方向是制造新问题，而不是在近短的时间内来解决问题。申峰哥想补充？我想补充几点，很简单。第一个，除了3个当事人之外，其他人最好闭嘴。那时候是朱立伦、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我最好其他人最好闭嘴，因为都是另生枝节。第二个，请大家明白，要抗潮必须顺流连经，没有顺流连经一定是失败。第三个，请2位要想清楚，到底要听天使的呼唤是人民的呼唤，或者要听魔鬼的使唤？魔鬼是谁？就是旁边很多的那一个鹰派跟战斗派。现在啦啦队快变成主场了，你不觉得吗？现在啦啦队已经快变成了那个主将了。不对，啦啦队退一边，不要当魔鬼的这一个号召，应该听听人民的一个使唤。那么再紧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就是说双方都必须承认，两边的阵营都有不喜欢对方的人。那蓝里面也很多人不喜欢柯文哲，那柯阵营里面也很多人不喜欢国民党，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有一个更不喜欢，叫做民进党。那这个时候两边互骂，骂啥东西的？又骂完以后，挣钱也不会是你的嘛。我想这一点大家尽量要想清楚一下，真的，其他人少发言，让他们3个人还有机会来做解决，千万呢不要让啦啦队成为主场。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